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水肿的原因可能是心血管产生的疾病、肝硬化或者是低蛋白。那水肿的原因可大可小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和警惕。那么我们平时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来去水肿呢？一起来往下看看吧。薏米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，具有清热消肿、健脾祛湿的效果。薏米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达到消肿的效果。而且里面的水溶性纤维可以降低脂肪，有减肥的功效。里面的蛋白质分解酵素可以改善皮肤粗糙。平时可以把薏米和红豆放在一起熬制成薏米红豆粥，红豆的祛湿效果不亚于薏米。二者一起食用，效果会大大增加。把薏米单独煮成粥食用，可以降低人体的胆固醇，从而预防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。薏米虽然功能多样，但是也不能够贪多，吃多了反而会影响身体的消化。当身体出现较轻状况的水肿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。如果身体水肿情况严重，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。这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会出现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老花眼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，那该如何保养眼睛呢？在我们头上有个不老穴，每天拍一拍，让你老了也眼睛明亮。这个穴位呢，就是承光穴。承光穴在头上前发际正中直上2.5寸，盘开1.5寸的地方。承光穴具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窍的功效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之后，再用掌心拍打承光穴。拍打的时候要有节奏，拍打50下即可。这样拍打承光穴，气血可以流入眼睛，对缓解头痛、目视不明、头晕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拍打，可以帮助改善和预防老花眼，很适合老年朋友养生用哦。生活中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很多人会有失眠的情况，睡眠浅、睡不着、做梦多，导致第二天没精神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善和预防失眠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我们头顶上两耳间连线与头顶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百会穴归属督脉，是全身气滞汇集之地，具有提阳气、醒神开窍、镇静安神的功效。那按摩时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握成空拳，敲打百会穴100下，每天睡前敲打就行。这样敲打百会穴可以让全身气血通畅，不仅可以改善失眠，对缓解头痛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了敲打，还可以用手指用力的按压这里，感觉酸胀即可，同样也有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。经常失眠的朋友，睡觉前要保持放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如果不想吃安眠药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个按摩的方法吧。如果道路堵塞，那么交通就会瘫痪；那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垮掉。所以我们要预防血管堵塞变硬变粘稠。下面教大家敲打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血海穴。血海穴在大腿内侧，并底内侧端上2寸，大约3横指宽。当股四头肌内侧的隆起处，血海穴是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补血养血的功效。按摩时可以将手握成空拳，然后在血海穴的周围进行敲打，每条腿敲打100下，敲打的力度可以先小后大。经常敲打血海穴可以帮助畅通血管，预防血栓，对血管有很好的养护作用。除此之外还有补血养肝、滋润皮肤和瘦腿的功效哦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可以延年保健的小方法，就是推一推长寿筋。这条长寿筋就在我们的小腿上，就是小腿外侧胫骨前肌的这里。推的时候可以用手掌根部尽可能大面积的推，从上往下推，向着骨头的方向推就行，速度不用太快，每次每条腿推30到50次。推到这里不酸不痛了就行。经常推这条长寿筋，不仅可以疏通经络，使筋骨柔软，还有强健脾胃的功效。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推一推，也可以让长寿离你更近一步哦。
不过呀，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呀，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。如果想要长寿，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可以每天坚持锻炼，保证睡眠充足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心态呢，对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。如果你都能够做到的话，或许会比别人更长寿。钙是我们人体运动最多，也是负重最大的关节之一，所以应该好好的进行保养。只有腿有劲儿，人才能长寿。那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。动作1，找到一阶台阶，将右脚踩在台阶上，注意脚后跟不要悬空，将重量集中在右脚上，然后再将左脚的脚趾踩在台阶上，这样坚持5秒左右，再将左脚落回地面，这样反复10次，再换相反的一侧做同样的动作，也是做10次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将2脚分开，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臀部放平，然后前面那条腿呈弓步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后面那条腿膝盖几乎触碰地面，然后站起来反复做1分钟，再换相反的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1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，有很好的养护膝盖的作用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膝盖变得越来越强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早上金苹果，下午银苹果，晚上毒苹果。那么晚上吃的真的是毒苹果吗？其实这种说法呀是不正确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吃苹果，身体吸收的营养都是一样的，并不存在毒苹果这一说法。而且经常吃苹果对减肥也有帮助。不过吃苹果的时候要避免3个误区。误区1，苹果带皮吃更营养。虽然苹果皮营养价值很高，但是现在很多苹果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，而且有的可能是农药滋润成熟的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带皮吃。误区2，熟苹果没有营养。很多人认为苹果煮熟了就没有营养了，其实生苹果和熟苹果的营养元素并没有太大区别，所以生吃和熟吃都可以。误区3，苹果烂了一点，挖掉继续吃。苹果放时间长了，如果发现有地方烂掉了，建议大家不要再吃了，因为苹果烂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现在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，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会使人出现头晕、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食欲不振等情况。那该怎么缓解失眠呢？下面推荐大家2款花茶，有很好的催眠效果。洛神花茶，洛神花茶是由洛神花泡制而成的，口味酸甜，其中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，具有美容养颜、健胃强肝的功效。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可以在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洛神花茶，有助改善睡眠。玫瑰花茶，玫瑰花茶清香解郁，是很多女生喜欢喝的，有很好的养颜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玫瑰花茶还有疏肝解郁、镇静情绪的功效，能够帮助促进睡眠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经常喝玫瑰花茶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，在其中加入蜂蜜或者是冰糖，这样喝起来味道会更好，也能够加强功效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